镇海计划复活，台湾公开征求下一代作战舰的设计方案。按照台湾海军的计划，镇海计划在2019年确定承包船厂，签署合约并开工建造，2021年交付。后来因为雷达战斗管理系统的问题，时间被延后5年，2026年完成原型舰测试。只是各位也都知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镇海计划在2022年被搁置，并以轻型巡防舰弥补战力空缺。不过在2024年，台湾重启了镇海计划，并计划在2026年进行合约设计工作，2027年就可以开工建造。问题来了，镇海计划重启后能否规避之前的问题，并顺利进行？镇海计划的复活其实早就有苗头了。根据当前的资料，在2020年1月，台湾海军司令部的海军造船发展中心就有一份新型舰艇船模水槽试验案档案，内容就是对6500吨级单体船与2500吨级单体船进行流体力学分析。这也就意味着，从2019年开始，台湾海军就意识到镇海计划或将无法成功，并开始准备替代方案。其中6500吨就是对镇海计划进行调整，只是排水量增加了2000吨，成本自然上升，台湾海军采购的数量也会有所减少，无法承担成功级、康定级、济阳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一种排水量2500吨、成本较低的2级舰来弥补战力空缺。台湾海军当前的举措与这份2020年的档案几乎一样。镇海计划搁置后，台湾开始建造12艘轻型巡防舰，以替代济阳级，这对应档案中的2500吨级的2级舰，6500吨级的1级舰则对应复活后的镇海计划。那么镇海计划复活后性能有什么改动？在沉寂多年之后，镇海计划终于有了新消息，台湾海军已公开征求下一代作战舰的合约设计方案，并宣布将在2026年执行下一代作战舰艇合约的设计工作。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在2027年就会招标建造原型舰。就火力军而言，这个过程大概不会遇见很大的问题。台湾这次公开征求设计方案的时间非常短，11月26日开始，28日就截止了。短短3天的时间里，竞标方需要准备企划书与预估报价，以及关于舰船结构、推进系统、侦搜、武器系统等方面的材料。说实在的，这点时间根本不够，光是了解需求、写企划书和预估报价都不止3天。而台湾海军只给3天的时间，就是明说下一代作战舰艇的设计方案已经找好了，这次就只是走个流程。那些还有想法的企业可以洗洗睡了。这点也说明了另一个消息，台湾海军早就准备重启镇海计划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2024年1月份的时候，台湾就已经对6500吨舰船的构型进行了测试，主要内容就是根据不同的船首设计，对舰体的阻力、耐海性以及船首声纳噪噪音进行测试。就结果而言，在阻力测试中，辅星船首的阻力较低；在耐海性测试中，如果是低速行驶，辅星船首最好；如果是高速行驶，传统船首较好。最差的就是穿浪逆船首。高速行驶时，甲板上很容易上浪。在声纳噪噪音测试中，辅星船首的噪音明显比其他2种船首小。根据报告，辅星船首会成为台湾下一代战舰的参考。而且档案网站显示，在2023年8月至12日，台湾海军司令部战斗系统处与海军司令部计划处有一份有关极海计划原型舰建造案的资料。极海大概率就是下一代作战舰的代号。也正是准备充足，台湾海军原本打算在2025年完成合约设计，2026年就进行招标建造工作。只可惜预算不够，台湾海军在2025年的预算中，同时提报了7艘海鲲级潜艇与下一代作战舰。不过，台湾经过内部讨论后认为，基于资源分配考虑，海军这2个军事投资案只能选择一个。结果显而易见，潜艇上榜，下一代作战舰被刷了下来，只能等到2026年再进行合约设计。当然，在此期间，台湾海军也在不断表示，筹建下一代作战舰极为重要。但按照台湾高层的说法，最急需武器装备的是后备部队，比如陆军提出的采购 T112 步枪就通过了批准。而海军这边，潜艇和下一代作战舰会占据大量的预算，加上轻型巡防舰也在建造中，没办法全部承担。至于新舰的性能，火力军只能说非常好。相比较镇海计划，台湾这次推出的下一代作战舰吨位增加了2000吨左右，但目前尚不清楚新一代作战舰是对构型重新设计，
还是在镇海计划的基础上部分修改。不过，根据当前的信息来看，作战管理系统、雷达、垂发3大件已经可以确定了。下一代作战舰的排水量可以达到6500吨，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垂发，属于标准的神盾舰。让火力军来说，这个吨位才算正常。在镇海计划中，台湾海军一直想要4500吨的神盾，只能说有些强人所难了。中山科学研究院研究的舰载四面相位阵列雷达与训练系统体积都相对较大，4500吨很难实现。目前世界上真正的神盾舰排水量起码在5300吨以上，挪威的南森级、西班牙的 F100 都在6000吨以上。而镇海计划4500吨的排水量，要装神盾、作战管理系统，还要配备一堆防空导弹与反舰导弹。只能说，中山科学研究院拿海军当好兄弟，海军把中山科学研究院当神灯，搁着许愿呢。如果是6500吨，那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下一代作战舰的建造模式与海鲲级量产后续舰一样，由台湾本土船厂担任主承包商，船厂则按照海军要求的规格，寻找外部厂商担任作战系统的承包商。中山科学研究院不再是作战系统的承包商，而是协助生产。目前战舰的作战管理系统、雷达、垂发目前已经眉目了。下一代作战舰的雷达可能是 SPY7， 台湾海军评估后认为 SPY7 的性能与 SPY6 属于同一水平，但 SPY7 相对更容易获得。2019年的时候，台湾海军就与雷神公司接触过，但得到了否定的答复。台湾需要根据官方通道向美国海军项目办公室提交需求征询书，美国才会考虑是否向台湾提供。相比之下 SPY7 更容易获得，洛马公司可以决定是否出售，并且 SPY7 采用开放式架构，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调整。日本、西班牙、加拿大用的都是 SPY7。目前台湾海军已经派人前往洛马公司，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洛马表示，如果台湾采购 SPY7， 一部分系统可以在台湾生产，并进行服役后的维修。而台湾海军也已经将 SPY7 的信息纳入下一代作战舰的评估选项中。至于作战管理系统，训练战斗系统已经被放弃，台湾海军对其不太满意。按照台湾海军的想法，用于镇海计划的作战系统需要整合战舰上面的所有子系统，包括侦察、电子战、航行控制、武器射控、反潜作战等，包括美国的 Link 11与 Link 16。之后将整合的完整信息，比如本舰状态、战场态势，显示到舰上官兵的显示屏上，并且可以直接控制各项装备作战，而不是按照传统方式各个子系统独立运作。人工对比各项装备后，再口头传达指令。很显然，训练战斗系统无法满足以上这些需求，到底是谁的问题？这点是有争执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训练战斗系统偏向防空作战。中山科学研究院没有声纳与电子战系统，台湾之前外购的系统包括美国与法国的舰载作战系统以及电子战反潜系统等，并没有授权开放给中山科学研究院。康定级升级案、轻型巡防舰等也更倾向于采购别人的战斗管理系统与雷达。康定级升级案用的是法国 Senate， 轻巡防舰用的是美国洛马 CMS 330，还有英国 BAE 的三维雷达与泰雷兹的声纳。中山科学研究院则负责一些比较成熟的设计，比如海剑2、雄风2、雄风3导弹。正因如此，训练项目最开始的规则是电子战与声纳外购并不属于训练系统的整合范围，这也是为什么训练项目并没有完全满足海军的需求，但中山科学研究院却一直坚持完全符合要求。谁对谁错，这期视频我们暂且不提，槽点实在是太多。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台湾6500吨的下一代作战舰不会选择训练战斗系统，而是外购。这个选择大概率是洛马的 CMS 330，毕竟已经买了不少了，后期维护起来也比较方便。垂发系统则优先采用中山科学研究院生产的华阳垂发，并配备海空3防空导弹，承担舰队防空的任务。至于是否使用 MK41， 还需要进一步测试。之前在训练项目中，台湾对 MK41 垂发安装海空3进行了作战测试，结果显示，海空3导弹点火时，把 MK41 发射筒内的挡焰板烧穿，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估计下一代作战舰的建造计划开始后，中山科学研究院就会恢复海空3的精准测试计划，从而决定是选择华阳垂发还是 MK41。就性能来说，台湾下一代作战舰的排水量比镇海计划的4500吨高了2000吨，可以配备更多的设备，性能自然不必多言。唯一的问题就是，下一代作战舰能否避免镇海计划出现的问题？
对于上面这个问题，火力军的答案是肯定的，毕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答案已经摆在脸上了。镇海计划之所以被搁置，首先就是台湾海军的需求变得太快了，并且在选择上有些犹豫。最初的时候，台湾海军要的是无源相控阵雷达，只是这种雷达的结构已经相当落后，很难提高性能与缩减尺寸。中山科学研究院最初研制的雷达性能可以达标，侦察距离超过300公里，但超重了。如果要使用该雷达，必须将巡防舰的排水量增加到5800以上，但是台湾海军不愿意。另一个办法就是将雷达改为旋转的单面或双面背接阵列天线，可以减轻一定的重量，只是会降低目标更新速率，影响一定的战术性能。台湾海军也不愿意。即使如此，中山科学研究院也交出了成绩。按照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说法，被动式雷达已经通过初步测试，并且完全符合台湾海军的规格。只是随着战场环境的改变，台湾海军发现有源相控阵雷达才是王牌，于是开始改需求。甲方的经典思维，这点没错，但时机不对。如果是设计后期这种工作，加个班熬个夜，或许还有可能改出来。但更换舰载雷达这东西，就算是把设计师的头发熬秃都没用。别人家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都是研究几十年，等到雷达系统本身发展成熟，通过陆地和舰载的测试后，才会正式使用。比如日本海自的 FCS-3 雷达系统的科研工作在1983年展开，1990年才研发上舰版，中间又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2004年才实际装备英国45型的 Samson。源于1980年代的科研项目，第一套原型雷达在2004年才展开陆地测试，2007年3月才装到舰船上。对于中山科学研究院而言，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有源相控阵雷达，加上吨位的限制，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作战管理系统也是如此。中山科学研究院认为，训练作战系统已经通过初步测试，但台湾海军不认可其性能。就跟上面说的那样，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技术上的限制，电子战系统与声纳并不在整合范围内，但台湾海军却要求训练作战系统要整合全部的子系统，最终镇海计划被搁置。出现这种情况无可厚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如果台湾海军果断一些，放弃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雷达与作战管理系统，全部采用外购，镇海计划或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相比之下，下一代作战舰已经明确表示吨位增加到6500吨，作战管理系统与有源相控阵雷达直接外购，垂发也只是 MK41与华阳之间做选择，可以说直接规避了镇海计划所有的问题。就火力军而言，下一代作战舰的情况会与海鲲级潜艇类似，顶多延期，不会被搁置。总的来说，镇海计划已经复活，台湾下一代作战舰6500吨的排水量，足以安装有源相控阵雷达与作战管理系统，加上公开征求设计方案只有3天的时间，台湾海军大概早就准备好了，成功建造的可能性很高。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台湾的下一代作战舰可以顺利建造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